大家好，我是于姐。煎饼好吃也好做，但是早上起来的时间很紧张，在和面糊的时候，总会有大面疙瘩搅不开。平底锅呢底子又厚，一时半会儿也烧不热。于姐今天给大家分享3个小技巧，用炒菜锅摊煎饼，使早餐变得更简单快速。一不起面疙瘩，二也不会粘锅，煎出来煎饼是又薄又柔软，凉了也不会硬。喜欢的朋友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在和面糊之前呢，我们在容器里面少加一点点的水，随后再加上适量的食盐，然后再加上面粉。面粉呢要多加一点，比如说1斤的面粉大约加400克水左右，像这个比例是刚好的。像这样把水加少一点呢，搅面糊啊，很快就可以把它搅得呀匀匀乎乎的，一点面疙瘩都没有。这都是我多年研究出来的小经验哦。你要是搅稀了，它容易起大疙瘩。像这样给它搅成一个偏稠的面糊，像这30秒就把它搅成这个样子了。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偏稠，先放到这里，不要理它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先给它去皮。喜欢吃火腿的也可以加点火腿片。皮削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用这个给它削成片儿。我们加胡萝卜对孩子长身体啊大有好处。然后再一个一个的给它摞起来，这样的片呢比较薄，要用刀切的话，它切不那么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它切成宽一点的条。这个条啊，不要切得太细，切太细啊不好看，都切宽一点，再切成小黄丁儿。切好之后，给它放入面糊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点小葱，我们只取葱叶，葱白呢留到炒菜吃，因为这葱白啊有梗，在煎饼的时候啊，它会容易把那个面糊啊，不好煎，给它梗开。我们只取葱叶，切好之后，我们也给它放入面糊里，然后我们再往里面打2个鸡蛋。打鸡蛋呢，第一个能增加营养，第二个呢，它有一个不粘锅的技巧。然后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的配菜切好以后，菜全部放进去，我们这个面糊啊，醒发的是非常的细腻，一点面疙瘩都没有，大约就是2、3分钟的时间。再次给它搅拌均匀。这个时候啊，它有点偏稠，就可以加水了，加一点点的水，给它搅拌至稀稠均匀的糊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稀稠均匀，这就像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。面糊和好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起锅开始烧。接下来我们要使出第3个小技巧，大家一定要看哦。学会了你可以用一辈子。先把锅给它摇晃一下，使锅受热均匀。锅烧热以后，滴上了几滴油都可以哈，不能滴的油太多，油太多了反而煎不住。它顺着锅啊往下溜，然后再加上1滴的清水，像这样一炸，所有的这个锅啊里面都炸的都有一点点的油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再加上1勺的面糊，把火呢调小一点，火大了等一会儿啊就糊了。然后快速的把它摇晃均匀，摊的薄薄一点的。假如说要是摊不均匀的话，就用铲子。摊均匀之后，我们呢再把火调大一点，这样特别快捷，这比平底锅还有专门的煎饼锅煎的都要薄，并且呢煎的还要快。我们这都是普通的炒菜锅，无涂层的哈。大约
微煎个20秒左右，这个边边上啊，它就会起层，翘起来，翘起来就顺着锅边。你给它淋一点点油进去，然后再次给锅润一下，给它摇一摇。第2锅、第3锅就没有那么麻烦了，像这样轻轻一摇，这个锅啊，它就自己会晃动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煎饼呢下面呢已经煎熟了，然后再翻个个，再煎个几秒钟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看看我们的煎饼多漂亮！出锅装盘儿，漂亮。没学会的我们再来一锅，让大家看一下。第2锅、第3锅不需要再打油，也不需要再加水，就像这样加面糊就可以了。因为上一锅啊，它上面沾了有一点鱼油。不需要老加油，油多了，它反而啊，这个面糊啊，它会上不了锅壁上，它顺着这锅壁啊，就往下秃噜。切记油不要太多。像我们用这个炒菜锅煎饼，特别的快捷，并且呢还非常的薄。你看，大家能看得见吗？还能看到锅里面的花纹都还能看见呢。要想吃厚一点的呢，你也可以来回的转。先翘起来以后，边边上有一点点翘边儿，顺着锅边给淋一点淋油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饼的在里面就摇晃起来了。你看它一点都不粘锅，这就是我们使出3个小窍门起的作用。大家知道第1个窍门是什么不？在留言区给我互动一下。第2个小窍门是啥？第3个小窍门是啥？像这样煎了大约就是10秒钟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饼呢已经熟透了，因为我们这个饼呢特别的薄。像这样给它叠起来，出锅，饼看看特别的漂亮。像我们这样使出3个小技巧，早上起来10来分钟就能把早餐饼就能搞定，又薄又柔软，又好吃又有营养，配杯豆浆，配杯牛奶，配杯稀饭，特别的好吃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